他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明白美国与中国开战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与中国开战并没有好处，而且呢，最终也不一定能够打得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美军的一个上将声称呢，美中永远不要开战，而台湾地区当局的领导人听了这话以后呢，不寒而栗。那么，世界的战略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了呢？最近，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海顿上将明确表示，中国是当前美国军方聚焦的首要、进展最大的威胁。但是他强调，美军的目标应当是永远不要与中国开战。他相信，相互不开战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为此，两国必须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对话。他最担心的不是北京进攻台湾的具体军事能力，而是中国快速实现的核现代化。当然，这里面包括常规武器的现代化，因为美军一向非常注重武器装备的发展能力和水平。继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对媒体说美国不能与中国开战之后，这是美军另一位上将第一次提出永远不要与中国人开战。许多人认为美军高层的这一连串言论是在认怂，其实呢并非如此。美军的高级将领从米利上将到海顿上将都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将领，他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明白美国与中国开战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与中国开战并没有好处，而且呢，最终也不一定能够打得赢。一直强大的军队的作用，并不是非要打仗，而是要能够避免打仗。美国军队追求不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不一定就证明美国军力就衰弱了。但是呢，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军在二战结束以后啊，几乎是一直在打仗，它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武器装备的发展呢也是世界一流。但是在面对有中国参加的几场战争的时候，它都没有能够打赢。过去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可以说和美军相差几个量级，而进入跨世纪时代之后啊，我们的陆海空三军、火箭军以及其他的武装力量的装备水平、训练水平都有了质的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中国进行武力对抗，其后果如何？其实美国的这些将军们啊，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何况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利益和诉求。如果在中国的家门口与中国开战，美国根本就赢不了。海顿上将还说，美国根本不担心解放军进攻台湾的能力，担心的是核武器的现代化。那么这个言论呢，让人感觉就更有意思了。他不担心解放军进攻台湾的能力，是因为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能力是足够，而且是大大的超过需求。他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核武器的现代化。因为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是核武器拥有国，而且是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这些核武器一旦现代化，双方就会实现一个核平衡。在核平衡的状态下，如果你先期发生了常规战争，那么最终会不会导致核战争呢？这个后果他不得不认真掂量掂量。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美军这是很直白的说出要放弃台湾了，而且给的理由还很充分，就是害怕中国的核武器。当然，某些中国的常规武器他也感到担心和害怕，比如说我们的远程弹道反舰导弹，这个是美国没有的，而且呢，完全可以用于阻止它的航母编队驰援台湾。如果中美双方
因为台湾问题而打一场常规战争的话，一旦出现美军的大量伤亡，美国很可能就无法承受其后果。如果因此而引发大规模的核战争，那么美国就更加没办法接受了。可以说，美军要想避免核战争，首先就要避免与中国军队发生常规武装冲突，双方就要避免发生误判，需要经常的进行沟通对话，特别是战略性质的沟通对话。美国军方高层的这一系列表态，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军力的发展让全球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在1996年介入台海时的表现可以说非常积极，而现在的表态则明确表示是追求永远不与中国打仗。时间越往后延伸，对中国越有利。到了2027年以后，中国军队将完全实现现代化。那么到了2035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将建设成为世界的一流军队。这时候的美军更是不可能与解放军正面较量了。既然美军高层已经明确表态，不想干涉台海事务，或者是不敢干涉台海事务了，那么台湾地区的一些领导人会怎么面对这样变化的一个形势呢？如果还没有看清楚这样一个现实，那么一旦海峡两岸实现统一，他们的下场将会非常悲惨，因为全国人民对背叛祖国的台独分子、汉奸分子都必然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